大家好，欢迎来到 Nice T 乒乓教学。上一期我们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怎么提高摩擦球的手感。今天我们就来实战，因为很多业余球友都会遇到一个特别头疼的问题，拉下旋，尤其是反手拉下旋。我感觉很多球友练了很久，还是掌握不好。确实，业余球友最大的技术难点之一就是正反手拉下旋，尤其是反手拉下旋，很多球友一直没有真正掌握。其实拉下旋最大的障碍，并不是动作有多复杂，而是没有掌握好摩擦球的动作。所以上一期我们先练手感，这一期我们就利用上期讲的摩擦感觉，快速入门拉下旋。先搞清楚下旋球为什么难拉。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下旋球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处理？因为下旋球和普通来球最大的区别就是球本身多了一个向下的旋转力。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一下，如果一个下旋球过来，你拿着球拍，拍面比较利，直接去碰这个球，这时候球本身向下旋转的力量就会让球继续往下掉，这就是下旋球最明显的特点。所以我们平时感觉下旋球特别容易下，就是这个原因。对，因为你直接撞它的时候，球自身的旋转方向会影响它的运行轨迹，所以下旋球很难单纯通过普通的撞击把球打过网。当然，有一种撞击方式可以做到，搓球。对，就是搓球。搓球的时候，我们会把拍面打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亮拍子，拍面向上，然后把球往前往上拖过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撞击球的力量方向是向上的，向上的力量可以抵消下旋球向下的旋转影响，所以球就能够过网。那这样一来，拉下旋的原理其实就很清楚，搓球是利用向上的撞击，拉球就是利用向上的摩擦。完全正确，拉下旋本质上也是要制造一个向上的力量，只不过我们不是用向上的撞击，而是用向上的摩擦力，用向上的摩擦去抵消下旋球向下的旋转影响。所以这里最关键的其实不是力量大小，而是力量的方向。拉下旋千万不要只想着发力。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犯错，很多人拉下旋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拉不过去，是不是力量不够，然后就开始拼命发力。这恰恰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人拉球下网就想着再用点力，但如果方向错了，力量再大还是下网。这就像你要去一个地方，方向走错了，你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所以拉下旋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想着发力，首先要把注意力放在发力方向上。也就是说，先解决往哪里发力，再考虑发多大力。对，我们刚才说了，搓球的时候向上的撞击可以帮助我们把下旋球送过去。那么同样的道理，拉球的时候向上的摩擦也可以把下旋球拉起来。而且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搓球的时候一般也不会用特别大的力量，那你拉下旋的时候也不需要一开始就用很大的力量，先把摩擦方向做对，只要方向正确，即使力量不大也能把球拉起来。这就是拉下旋最基本的原理。拉下旋最简单的方法，手指手腕转拍。原理搞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到底怎么做？有没有一个特别简单容易上手的动作？有，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非常小的动作。这个动作的特点就是简单，而且非常容易体会摩擦。我们只通过手指手腕的发力，让球拍快速旋转来制造向上的摩擦。也就是说，不需要一上来就做一个特别大的拉球动作，完全不需要。先把最核心的摩擦动作找到。我们先说正手，正手准备的时候，手指和手腕要放松，让球拍的拍头自然耷拉下来，尽量让拍头朝下。这个时候拍子看起来是比较放松的。对，然后下旋球过来的时候，手指手腕突然发力，快速旋转球拍，把拍头从朝下的位置扬起来。也就是说，拍头朝下，快速旋转，拍头朝上。这个旋转球拍的过程，就是我们今天最简单、最实用的加摩擦方法。所以真正需要记住的动作其实特别简单，拍头先下来，然后手指手腕发力，把拍头快速扬起来。没错，大家练习的时候不要急着追求力量，就反复练这个旋转动作，多做多体会，让手指手腕慢慢熟悉这种发力方式。最重要的是感受到球拍快速旋转以后，球到底是怎么被摩擦起来的。反手拉下旋反而更容易。那反手呢？是不是反手也一样？原理完全一样，反手也是先放松手指和手腕，让拍头自然耷拉下来。下旋球过来的时候，手指手腕快速发力，让球拍旋转，把拍头扬起来。听起来和正手没有区别，原理没有区别，但实际做起来反手往往比正手更容易，因为反手这个动作本身就更加自然、更加顺畅，而且反手的手腕和手指发力空间比较好，能够产生更大的力量。所以用这种手指手腕发力旋转球拍的方法，反手拉下旋其实更容易入门。难怪我们平时看比赛会发现很多运动员反手拧拉
反手快撕，看起来特别轻松。对，这也是为什么反手的拧拉、快撕等技术在很多情况下会比正手更容易，利用手腕和手指制造摩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反手拉下旋一定特别难，找到正确的摩擦动作以后，反而可能会觉得很顺。那大家现在可以跟着教练一起试一下。对，大家可以先不要急着上台，就做这一个简单的旋转动作，拍头放下来，手指手腕放松，然后快速发力，让拍头扬起来，反复做。你一定要去感受球拍和球接触的时候，摩擦力是怎么产生的。当你真正感觉到球被提拉起来的那个过程，你就开始找到拉下旋的感觉了。舞动作很简单，为什么还是拉不好？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动作听起来真的很简单，但是如果真的拿球来打，很多人还是会失误。有时候拉下网，有时候拉飞，稳定性也不好，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方法解决的只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让你掌握拉下旋的摩擦动作，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最大的难点还是盯球。颠球？对，你光知道手指手腕怎么发力还不够。乒乓球是一个动态运动，球什么时候过来，球在哪里，球的高度是多少，球的旋转有多强，这些都在不断变化。你必须根据来球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不能只用手打球。没有，为什么一定要用脚和身体打球？所以我们前面一直讲的步伐，这里又用上了。真正稳定的拉下旋一定不是只有手，而是脚、身体和手一起工作，用脚和身体去调整位置，你才能更准确地找到最佳击球点。找到位置以后，手上的摩擦动作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而且用脚和身体打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容错率更高。怎么理解？如果你只用手来，球稍微偏一点，你就只能硬伸手去够，击球点不舒服，动作自然不稳定。但是如果你的脚和身体能够跟着球移动，你就有更多调整的空间。即使来球有一点变化，你也能够通过脚步和身体调整回来。所以脚和身体不仅能够增加力量，还能够提高稳定性。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小动作是帮助大家入门拉下旋，但是想把下旋真正拉好，还需要下一步的训练。对，今天我们主要解决的是怎么通过手指、手腕旋转球拍，找到向上的摩擦感觉。至于怎么把这个动作和脚步、身体结合起来，怎么提高稳定性，怎么真正把下旋拉得又稳又有质量，这个内容我们下一期再继续讲。总结，今天我们总结一下，拉下旋最重要的不是拼命发力，而是首先把发力方向搞对。没错，下旋球有向下的旋转力，所以我们要通过向上的摩擦去抵消它。最简单的入门方法就是放松手指、手腕，让拍头先向下，然后快速旋转球拍，让拍头扬起来。正手可以练，反手也可以练，尤其是反手这个动作会更加自然。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动作简单不代表真正把球拉好就简单。真正想提高稳定性和力量，还是要学会用脚和身体打球。对，今天先把摩擦的动作掌握好，下一期我们再继续讲怎么把下旋真正拉好。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大家有帮助，欢迎订阅、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来东谷乒乓训练营，一起练球，一起提高。我们下一期继续聊乒乓球，下期见。